大家好，我是 B Labs 的共同创办人朱一正，也大家一般都叫我拉面。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，就是我们在这段疫情期间 COVID-19 的时候，产生的一些各种为了解决 COVID-19 的现象，衍生出来的数位治理，还有可能甚至是包含到隐私的问题，以及我们现在与Tammy 啊，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了MyLog 14，到底是否有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？我们来看，今年大概最热门的现象，莫过于就是我背景这张图所看到的了。就会看到哇，满满的排队，满满的排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简单，当今年大概在年初的时候，疫情一爆发，那你第一时间大家发现说，我可能应该要赶快去买口罩。那可是呢，接下来马上口罩面临到供不应求，虽然是我们政府，但是政府其实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包含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的口罩的1.0、2.0、3.0的现在原则上整个现象有稍微被大幅度的缓解。但是我常会说，在疫情这段时间，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准备？或者说，我们回头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否真的认真的去思考，我们曾经为了这样突如其来现象，做了些什么样的preparation 来面对这种疫情，或者是甚至我现在已经开始来探讨说，在后疫情时期，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因为疫情，甚至应该说疫情如果是一个常态，那不见得是永远都是 COVID-19，而是永远会有再下一波。那我们在我们自己个人，还有甚至到企业以及到政府，以及面对到你的生活，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？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。其实这段历史，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参与的伙伴感觉如何？因为可能至少今天的参与者里面，我年纪稍微大一点点，所以其实在03年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业界在工作上班。虽然说还算也工作了几年了，但是那时候印象很深刻。其实 SARS 的阶段真的是蛮风声鹤唳的，而我自己当时身边的同事有出差到中国的回来，原则上都得做自主管理自己，而且甚至是自主管理的过可能也是超过2个礼拜。而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在台湾在办公室内的，我们有受到什么影响呢？其实好像也还好，但是印象最深刻是当时我们大家都得填到一个叫做5级代理人，也就是说 OK， 我今天万一有状况，然后我应该下一个工作交给谁？那包含现在可能各位有听过一些企业还会做到说就是先分楼层啊，甚至是分批来上班或分批到公司这样子的做法。那是当年。那也因为当年有了这个事情，所以严格来讲，台湾在这些准备上，相比很多国家是相对充分，而且我们其实可以说有心理上的准备说，万一再有一次 SARS，我们得怎么办？那所以整个政府包含就是现在整个政府端，包含陈时中部长这边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说，我们在疫情的处理上，确实相比全世界的很多国家来讲，台湾从结果论真的是做得相当好的。但是我觉得不管叫好不好，我们其实不是在探讨说我们是政府好或现在的好或不好，因为政府现在大家都必须有一些不管叫做急救这样的方法，或者是我们常说 work around 啊，或者是真的是最佳解，来做出一个针对疫情去解决的问题。那可是问题来了，我常常看这边就像我标题写的，我们在顺势中的过程，你知道你付出的代价吗？你到底付出了什么？还是你拿什么东西来出来交换？你现在能够轻易的买到口罩，轻易的能够过着似乎我们现在维持的正常的生活而付出的代价吗？所以像这个事情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。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，好像没差，因为否则那个有什么，我们来探讨社交距离啊、接触史啊，这个事实上是会保护我们大家。对，其实很多时候，在数位，尤其在数位上，有很多时候你的初衷都是好的，但是其实从结果论，你慢慢会发现到说，哎，怎么这些本来是好的，那到最后怎么其实是侵犯到我的隐私问题？那隐私问题
是否是真的最重要的吗？这件事我们大家可以探讨哦。但是我觉得，不管你是否在乎你的隐私，你必须要意识到说，有很多的从政策面到对策到你的一些做法上，其实它是有隐私问题会有跟你的隐私是有息息相关。这件事你要意识到，你要有意识到说你正在揭露你的隐私，你正在把你的隐私 release 出去，而这些事情好像你觉得没什么大不了，就像 OK， 我只是秀一个身份证给你看 ，OK， 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很好。对，其实，在那个 moment 可能没什么大不了，可是 OK 啊，可后来会不会因此联动到说，我就是其实知道 OK 你的身家背景啊，然后我其实诈骗集团，我就可以真的可以打电话给你爸妈说，哎，你可能被关啊，被什么这些故事大家都听过啊，所以隐私问题重不重要？其实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探讨的概念不是说，一定是疫情不重要，而是说疫情终究会过去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把整个议题的层次拉高到说，我们谈的其实是要谈数位治理。这边我就以口罩贩卖买卖为例好了。这边是我大概粗略化的一个概念哈。首先我们先看现在口罩贩卖，其实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我们需要让每个符合资格的人买到口罩。然后其中，但是这口罩其实是有条件限制的，包含说，你会有你一个人只能一次买几片，然后呢，但是买完几片呢，你可能下一次能再买的时间是大概多久之后，这是个周期。那所以你来看，我们现在目前台湾的解法我们后来就是用各种所谓的实名制，到现在已经到了口罩3.0了。那台湾的解法有没有不好？非常有效，超级有效，所以大家不会有任何的意见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但是它其实是拿了什么东西出来交换严格来讲，其实就是你的实名，你的所谓的资料，你的行为，好像有什么不好吗 ？OK， 好，很好，你看就在最右边我写到的。等到疫情过后半年，你可能会发现有某个乡民发现到说，哎，为什么我连买包卫生纸，其实政府都在记录我做些什么呢？哎，OK，很好。你那时候你可能发现，哎，为什么我好像把什么东西给交代出去了？所以我连买任何东西，其实竟然为什么连政府在所有的买个小东西，他都得会知道。其实这一切我必须说，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隐私这个追踪的权利给交付出去的。那但是回到其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有一个我这边定义叫做一个general solution，而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其实是泛用一点的解法？因为今天而不是只针对台湾，因为最近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台湾 can help， 那问题是我们是否是真的可以台湾 can help， 还是其实 it's only in Taiwan，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。所以我们回头重新来命题这事情。你看，像我这边写的3个大概靛蓝色的一个方块。第一个，我们先重新拆解这个条件，就是说，一个我们希望人人都有资格可以买。第二，事实上一次可以买几片。第三，可以购买周期。好，你看这第一点，人人都有资格买。我们这里面严格来讲没有限制，只有持有中华民国身份证或者是你是户口名簿的人才可以购买。原则上我们总有居住在台湾的人，原则上可能都应该是有资格可以买的，你只是希望他不可能是一次买太多片。所以第二个现象就怎么解呢？我们其实是可以用一些通用，而且可以重点我们的解法是要有一个背景条件一定要做到，就是我们要透过通用可以通用在各国各地而不违反隐私。举个例，如果今天日本也做了口罩1.0、2.0、3.0，你光一件事情，你现在生活在日本的台湾人你要怎么解 ？OK， 你会说没有问题啊，你就拿护照 ，OK 很好。拿出护照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可是呢，回到就是管理方每一个人都拿出护照，我可能有100万人在那边，我就得100万个护照来跑这边检查，你也交付了100万人的隐私出去，这件事情就是开始是严重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到说，其实在全球性的数位身份的一些讨论中，有一些机制是有机会解决的。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，今年台湾会有一个EID，那 EID 其实严格来讲，把 EID 当成一个 KYC 的过程，
而我们是否可以有机会把所谓的在新的数位识别的一个方式叫decentralized identifier 来作为这个解决方案？那它的结果像什么呢？其实 DID 是什么？他会看到说 ，OK， 你是男性，那 maybe 你是个成人，那你是住台北这几个标签，我们透过这几个标签的一个确认，那我就知道你可以拿到一次口罩，后面再带条件，下次能再拿的时间，因为有时间戳，我账本上可以追溯说，下一次能够再拿可能是2周后才能再拿，这是条件式的，甚至是用智慧合约来解决。因为这个问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就跟我黄色写到的，疫情过后半年，你可能就会发现，哎，原来我连到海外，我不需要再拿出各种的证件，因为国外很难以判断你的证件真伪，但是我其实只确定你有资格可以做这些事情，但你还不知道你是谁，还不用知道你是谁。所以我才说，我们在做这方式，其实是试着找出一个通用国际的数位治理，而不是只是在考虑这只能适用在台湾。所以就像我这样讲的，我们在思考这些方案的制高点的时候，我们要思考台湾 really can help， 而不是就像我讲的，我说 only in Taiwan。所以我们来看看思考说台湾 can help the global，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从这里面一个简图来看。在最左侧你会看到每个国家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个识别系统，不管在台湾以后可能叫 EID， 日本现在有 My Number， 然后在美国可能会用一些别的方法，可能包含 Social Security Number， 人家是没有身份证的，还有其他国家。那在 DID Layer 那一层你就看到，像我这边做了一个范例，可能是呈现看到的是各种是标签而已，而我们在 check in 的时候，我们只做这件事情，我们只说你是可以做买，或是做些什么事情。然后去买什么呢？你看现在这边就也要包含口罩、包含酒、包含选举，这些都是一个被管制、被限制的一个物品。所以其实严格来讲，现在 Minority Voting 也是遵循一个这样的精神，去试着从自主管理追踪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大家真的很欢迎，就是来试用看看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有更多讨论，谢谢。